娱乐圈最不缺的就是一夜爆红的人，有人靠一部剧冲上云端，有人靠一张脸吃尽红利，有人靠话题把名字挂在热搜上。可奇怪的是，很多人红得快，退得也快，像樱花亮过一阵就没了声音。但王一博不一样，从2019年被推到顶流位置，到今天依然站在大众视野中央，他已经走了7年。7年对一个演员来说不短，对一个流量明星来说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淘汰赛。有人质疑他凭什么一直红，有人说他运气好，有人说他资源好，还有人说他只是赶上了风口。可真相是，一个人如果只靠风口，是站不了这么久的。风能把人吹上去，也能把人摔下来，真正留下来的，靠的从来不是热闹，而是一次次把自己重新推倒，重新开始得很近。王一博的第一道转折发生在舞台上，他不是天生就被看见的那种人。早年以组合成员身份出道，镜头不一定总给他，话筒不一定总递到他手里，很多时候他更像角落里那个安静练动作的少年，不多解释，不爱卖惨，别人说话他听着，别人热闹他练着，舞蹈房里一遍遍抠动作，综艺舞台上一遍遍证明自己。那时候的王一博身上有一种很明显的少年感，不圆滑，不讨巧，甚至有点绝。可娱乐圈恰恰最怕这种人，因为他不靠讨喜生存，他靠完成度说话。第二道转折是演员身份被看见。2019年陪你到世界之巅，让更多观众记住了季向空。到了2020年，王一博凭借这个角色拿下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，那一刻掌声有，质疑也有，有人说他太年轻，有人说他经验不够，有人说流量拿奖凭什么。但他没有在争议里急着辩解，站在台上他说得很克制，大意是自己会更加努力，配得上这个奖。这句话其实很重要，因为真正聪明的人都知道，奖杯不是终点，而是压力。你拿到了，所有人都会盯着你，下一步你到底行不行？很快有匪来了。谢颖这个角色不好演，太轻会油，太重会闷，既要有江湖少年的松弛，又要有身负秘密的隐忍。王一博没有把谢允演成一个简单的帅气男主，而是给了他一种笑着承担的劲，嘴上轻松，眼里有事，表面洒脱，心里有伤。这就是角色的层次，也是演员开始成长的痕迹。第三道转折是他开始走向主旋律和大荧幕。2021年理想照耀中国里，他饰演革命青年蒋先云，没有太多偶像光环，没有华丽包装，更多是沉稳克制、热血和信念。后来是电影《无名》里的叶先生，长空之王里的是非员，热烈里的舞者陈硕，一个冷峻，一个热血，一个笨拙又真诚。尤其热烈里的陈硕很像某种意义上的王一博，自己不爱说漂亮话，不擅长口号，但只要音乐响起，只要目标还在，他就一遍遍跳，一次次摔，再一次次站起来。有时候一个演员最打动人的地方，不是他演得多么完美，而是观众能在角色里看见他的生命。惊艳王一博身上最特别的，恰恰是这种惊艳。他不是只在片场里长大的人，他在舞台上长大，在赛道上长大，在旷野里长大，也在争议声里长大。第四道转折是赛车，很多明星说热爱，最后都变成了人设可。王一博不是，他真的上赛道，真的穿赛车服，真的面对速度、风险、体能和心理压力。这件事听起来很酷，但真正做起来并不轻松。赛车不是摆拍，不是站在车边拍几张照片，不是戴个头盔就能叫热爱。他要训练，要规划，要反应，要胆量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要你承认，这里没有粉丝滤镜，没有娱乐包装，成绩就是成绩，失误就是失误。这样的选择，你敢吗？当一个顶流愿意进入一个不完全由流量决定胜负的领域，他其实是把自己放到更真实的考场里，赢了是惊喜，输了是代价，摔了没人替你疼，慢了数据会说话。这也是为什么王一博的跨界并不显得轻飘，因为他的跨界不是换个标签，而是换一种人生密度。到纪录片探索心境镜头里的他，不是精修海报上的明星，也不是红毯上被拥簇的人。他走进山野，进入自然，面对陌生环境，面对体力消耗，面对未知。这几年很多人问，
为什么他明明进组不算高频，却依然没有消失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他不只是把自己放到剧集排播里，他把人生打开了。演员、歌手、舞者、赛车手、纪录片参与者、体育文化传播者，每一个身份都不是孤立的，每个身份都在反过来加厚王一博这个名字，这才是他稳居顶流的底层逻辑。不是每天刷存在感，不是反复消费粉丝，不是把人生困在热搜里，而是不断拿出新的东西让大众重新认识他。当然，王一博这一路从来不缺质疑，有人质疑他的表情，有人质疑他的台词，有人质疑他的奖项，有人质疑他的跨界，可他很少用语言反击，他的方式一直很笨，也很硬，继续拍，继续练，继续跑，继续往前。娱乐圈里最难得的不是红，而是红了以后不飘。少年成名很危险，掌声会让人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，鲜花会让人忘记脚下的路，追捧会让人丢掉敬畏心。但王一博身上有一种少见的冷感，他不太把情绪摊开给人看，也不太习惯把努力讲得惊天动地，更像是那种低头拧螺丝的人，一颗一颗拧，一步一步走。你看见的是奖杯，是代言，是票房，是热度，他面对的是训练，是伤痛，是重复，是孤独。真正的人物成长从来不是一路开挂，而是在不同声音里依然选择。最难的是做演员难，那就进角色；做舞者难，那就回练功房；做赛车手难，那就上赛道；做纪录片难，那就去风里雨里山里海里。他没有把顶流当成终身身份，而是把它当成了一张入场券，进场之后能不能留下，靠的是作品；能不能走远，靠的是心性。所以王一博为什么可以稳居顶流长达7年？因为他身上有3样东西很稀缺。第一是专注，热闹再大，他知道自己要练什么。第二是边界，夸奖来了不全收，质疑来了也不全信。第三是野心，但他的野心不是喊出来的，是藏在一次次选择里的。他想做的不只是被喜欢，而是被记住，被角色记住，被舞台记住，被赛道记住，也被时间记住。一个人年轻时被看见，靠的是光；一个人长期被看见，靠的是热。光会散热，会留下。王一博最动人的地方，不是他永远站在高处，而是他明明已经站到高处，却还愿意走进尘土里，去练，去试，去输，去重新赢。顶流这个词听起来很喧嚣，但王一博走到今天，靠的恰恰不是喧嚣，是沉默里的用力，是热爱里的自律，是少年气没有被名利磨掉，也是成年人该有的承担。慢慢长出来，7年过去，他依然年轻，却不再只是少年。有过掌声，有过争议，有过高光，也有过低谷。可真正厉害的人，不是从不被质疑，而是被质疑之后依然能拿出下一张答卷。这就是王一博的故事，不是一个顶流如何保持热度的故事，而是一个年轻人如何在巨大的名利场里守住热爱，拓宽生命，最后把自己活成一个更立体的人的故事。